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风啊。今天是2020年的5月23号，星期我也不知道星期几了。那今天来聊点神奇的事情啊。不知道你们看我面具人之前发的一个预测了吗？我说过，如果我预测错了，我就出来给大家道歉。那结果没问题啊，我说准了呀。那面具人我就不用道歉了啊。我这个预测是什么？就是油管最近呀和东哥打得很火的这个武僧一龙的事情嘛。他们俩又是约架了，又是报警了，互相嘴炮了半天，说要开打，可是就是没有开打嘛，对吧？那先来看看我的这个预测啊，你看图，你看这上面是显示的6天前吧，7天前了。很多人当时还说，要我出来道歉呢，我预测的没有这么准，是不是？我当时是这么讲的，我说来，继金正恩和陈秋实之后啊，我再讲一个事情，一龙可能会登陆油管了，独家消息哦，真假我们3周后见。假的，我面具人就出来道歉。那现在你看我说的准不准？我这个前文宣可不是白当的吧？我当时就知道陈秋实啊，晚上要和口罩哥直播，要搞天下大同，英雄惜英雄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晚上陈秋实就和口罩哥直播了，还说到要统一台湾的事情了。那金正恩的事件呢，也就是面具人我说他没死，结果呢，你们还喷我。那现在看来，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的面具人的手里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一龙呢，我当时说他要来油管开号了，3周后见。实际上呢，也就1周的时间，一龙已经发了大量的视频了。你们看图，那真相呢是他这个号啊，是我说完了这个爆料之后的第2天，他其实就来油管开号了。5月17号就开通了，我也是提前3天知道的。你看这个图啊，是不是5月17号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我对东哥啊、陈秋实呀、李子柒呀他们了解得很，你们还不信？我不了解他们，我能对他们的动向掌握得如此精确呢？对不对？其实呀，一龙来油管不算啥，你单独把一龙来油管的这个事情来看啊，这不算啥。可是呢，你仔细看看啊，最近来油管的可不仅仅是一龙呀。司马南、崔永元、方舟子、多多、齐木格、乡村小乔、罗宾、华农兄弟、辛凯湖、莹莹、金灿荣、金一南、张昭忠这类的都来了呀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又开横炮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共产党的文宣输出的力量越来越大，在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、大陆、美国、加拿大，基本上全世界你能想到的舆论战场都能看到舔共的博主了。那前段时间不是美国说破墙吗？很好啊，你破吧。我之前说了，中共现在已经在布局预防破墙的事情了。你看现在推特被共产党控制了吧？脸书就更不用说了，对不对啊？说几句反共的话就直接给你封号。你在推特上面敢骂一句李飞飞，直接就给你封号。面具人呢，我的官方脸书也被封了，我不知道我的推特还能扛多久啊。你看现在海外啊，你能想到的主流平台还有哪个不是共产党控制的？哪个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没有被共产党渗透呢？那共产党其实控制这些公司啊也是良性的，因为共产党入股了这些公司，收买了这些公司以后呢，就可以和这些公司共同盈利，所以呢也算一个长线投资，一箭多雕。那如果说墙倒了，这些所谓的媒体平台、社交平台就可以和共产党一起收割大陆14亿的韭菜和市场了，明白了没有？面具人呢，我一登陆油管的时候呢，我就告诉过你们，有第2道墙的存在，要警惕民主五毛，共产党的正反两面手法，他自编自导自演，唱双簧，拦截话题。我当时是怎么说的？从媒体的角度上来说啊，传媒广告就是要广而告之，就是要覆盖率。那怎么样才能提高覆盖率呢？比如说你只讲反共的，是不是你只能覆盖喜欢看反共的人群？那如果说你只讲舔共的，那是不是你只能覆盖小粉红爱党爱国的人群？所以面具人我一直告诉你们啊，你们的思想不要二维化，不要非黑即白。你们的思想不是左就是右，就是二维化的思想。共产党它是直接站在3维以上的高度来玩这盘游戏的。
你们想想啊，反共的爱看反共的节目，舔共的爱看舔共的节目。那如果说反共和舔共的人都是我党安排的呢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全了，覆盖面就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，现在共产党对于国内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多重保险，他要保证即便是墙倒了，他也不怕。那面具人，我作为一个前文宣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啊，这个墙倒了以后啊，到底有没有多大的效果能启蒙老百姓？这个效果呢，面具人我真的觉得不乐观。为什么？你听我给你讲。首先立一个点，面具人我是很反感那些整天想要靠着美国反共，靠着煽动台湾，煽动打台湾反共的，武统了台湾以后，美国就打过来了，然后就能解放新中国了。然后就是靠着那种支持香港人游行反共的，香港人勇猛，香港人年轻人厉害，香港人是自由民主的希望，你们冲啊，你们上啊，然后就靠着吃别人的人血馒头，来做什么所谓的民主事业，做什么人生导师的这些人，我最反感的是这种寄生虫、蛀虫思维啊！人家怎样想，人家想干什么是人家自己的事情。你中国人想白吃白喝白拿的这种思想，本来就是共产主义思想。你自己的思想没有改变啊，你心中有共产主义，你是永远不可能反得了共的。反共你就先从你自己做起，你认为你自己觉醒了，你就先亲力亲为的帮助你的亲人，帮助你的家人，帮助你的老婆孩子父母。OK， 拆除他们心里面的防火墙，拆除了他们心里面的防火墙，懂了没？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，心理防火墙。共产党是现在啊，在加强每个中国人的心理防火墙的建设。这个心理防火墙呢，是由几种情绪组成的：仇恨、贪婪、盲目。仇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呢是特别容易情绪化的族群，只要一言不合他就开始骂娘了，对不对？这一点呢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是深有感悟的。在心理学上面来说啊，只要一个人进入了情绪化以后，他的认知能力、他的判断力就会随着情绪波动的增高，他的认知能力和判断力反而会降低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激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先和他再讲话了，等他冷静下来再讲的原因。因为他一激动，他情绪化了，他就听不进去了。那人在情绪化了以后，就会出现认知障碍和应激障碍。那什么是应激障碍和认知障碍？可以爬我以往的节目啊。好，继续讲。中国人呢，非常的情绪化，这个情绪呢，主要是由仇恨来操纵，无非就是恨国外、恨共产党，对吧？就这两种嘛。那你恨国外的话，就去看什么金灿荣、金一南、司马南这类的极端的排外的节目，对不？那你要是恨共产党，你就去看什么文昭、江峰、大纪元、吴建民这类的极端反共的节目。那面具人我讲过，想要操控这类渔民，就要立标杆，你只需要立标杆，让标杆来管理自己的观众群体。而标杆在共产党眼里呢，是没有不能收买的，懂不懂？没有谈不拢的人，只有谈不拢的价位。这就是利用了人性的贪婪的底线。面具人说到这一点啊，很多人不要误解曲解我的意思，说我又喷谁谁谁是大外宣了啊！我只是说的这个现象，我并不针对某些人。那你也可以理解为我就是针对别人，我就是针对全部的人也行啊。因为在共产党的眼里，没有收买不了的人，只有谈不拢的价位，懂了吗？那好，再讲贪婪。我们都知道大陆人啊，从小都是压榨式的教育和集权教育。从小的教育就限定了这个孩子的思维模式和这个认知和世界观啊，那这个后天是很难改变的。所有的苦难啊，都是美国人造成的、台湾人造成的、香港人造成的、日本人造成的。中国人啊，从小就被这种思想植入了大脑和心里面。中国人从小啊就没有被尊重和认可的感觉。中国的小孩做什么事情啊，都会被父母拿来和别人比较啊，这样子呢，导致了中国人普遍有饥渴心理，明白了吗？饥渴心理就跟瘾一样，你必须要定期的吸食，但是呢，你永远不会满足。这种毒药呢，可以是尊重感，可以是认同感，可以是富裕的感觉。这也就是说，面具人我说的收买大陆人很容易的原因，因为大陆人都有瘾，都有饥渴心理，他们从小就没有被尊重，没有被满足过，他们一旦是长大了，尝到了这个甜头以后，就会立刻上瘾，无休无止境的需要这个东西。那香港人、台湾人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啊，现在有这种状态。
他们需要认同感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当年打败民国的时候，靠的是笔杆子给民国的底层人民洗脑和认同感，让他们加入共产党，给他们制造尊重感，给他们制造满足感。共产党也用同样的方式在收买西方的、台湾的、香港的各种各样的底层人士，给点好处就办事儿的那种。你想要钱我就给你钱，你想要尊严我就给你尊严，我可以让你在舞台上成为大明星，我就问你要不要，对不对？认同感、尊严、钱我都可以给你，很简单的供需关系嘛。那这样啊，是不是包围网就建立的差不多了啊？你可以有什么美妆类的、体育类的、化妆品的、这个美食类的、旅游类的、政治类的、新闻类的、经济类的，各个方方面面我都可以安插我共产党的人，我共产党的大主播、大明星，我把他捧红，知道不？以后呢就可以把国内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公知大 V 网红全部挪到油管上来，知道吧？那这样呢，包围网就已经建立的差不多了。他通过以上的方式呢，可以收买的就收买，捧红的就捧红，制造的就制造啊，然后制造话题炒作，他就可以多点多面多元化的建立自己的宣传包围圈，以点形成面，最后呢包围所有的翻墙人士啊，形成一个包围网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是看金融还是美妆还是美食还是旅游还是政治，这些人呢实际上都是党的人，而党要的是不管你反不反共啊，党要的是他不在乎这个你反不反共，知道吧？党要的是控制力和预测性啊，党要的是保证这些人始终是在一个可操控、可预见的范围内被圈养，懂了吧？那就要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？盲目、明星效应、个人崇拜。中国人喜欢崇拜强权，一旦是喜欢哪个人，就无限的上纲上线和崇拜。比如哪个博主粉丝多、播放量高，然后大家都去关注看这个人。在中国人的眼里啊，就像你在淘宝购物一样，中国人总喜欢买成交量高的、好评高的，他们把成交量和商品的质量划等号。其实呢，有时候啊，酒香也怕轿子深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冷门的商品就不好。同样的，大家都会认为播放量高的、粉丝多的博主就讲得好，播放量低的就讲得不好，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。没办法嘛，中国人就爱崇拜强人，跟风嘛，喜欢多数主义嘛，集体意识嘛，崇拜标杆嘛，对吧？所以你看面具人，我就不显示我的订阅量，爱听不听，我一直反对个人崇拜，所以呢，我欢迎大家来黑我，开玩笑也都没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不搞个人崇拜那一套，那你说播放量低的就讲得不好吗？不对呀，播放量低的也有讲得很好的呀，你像什么麻辣空间、阿猫、ABC、卫生巾小哥，对不对？面具人呢，我反而是喜欢经常推动一些新人，因为我要尽量的保持市场的新鲜的血液的循环，这才叫你面具哥的格局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啊，你现在看明白了吧？共产党啊，他控制了很多社交媒体，然后呢再去控制这些视频主，是不是？就算人们翻了墙了，党也不怕，因为看的东西和国内还差不多嘛，是不是啊？就算是看到他反共的这些他不接受的东西，他心里面有墙，他照样不看嘛。那下一个节目接着看什么李子柒啊，看什么这些舔共的频道就对了嘛，是不是？就算你翻墙了啊，党以后也不怕了，知道不？共产党控制了这些社交媒体，然后控制这些视频主，然后形成包围网。就算人们翻了墙了以后，党也不怕了。那反共类的节目顺便还可以做我党的渔网，帮忙钓鱼捞鱼，捕猎思想不健康的人群，然后再配合健康码、数字货币这类的监控手段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对我党来说是有好处的，因为有商人工会帮我党来狩猎这些反共的人群，然后再去对他们定点消灭和铲除。这也就是说，我说的第二道防火墙——商人工会。除了共产党的物理防火墙之外，心理防火墙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大杂烩的商人工会防火墙。大杂烩商人工会防火墙就像徐晓东、一龙互喷，崔永元、方舟子互喷，然后让大家去看，造成了观众粉丝互相仇恨和斗争，然后呢就相当于在网络上也搞阶级斗争。其实呢，共产党现在不怕什么西方先进民主思想在国内搞了。很典型的一个事件就是芳芳日记。芳芳日记不是讲了很多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吗？讲了什么很多民主的东西吗？他不是救了敲锣女吗？其实这也是一场戏。
它只会让人更加的痛恨西方民主思想，让人以后更加不愿意去帮助弱小，最终让大家觉得每个人都是恶人坏人，去破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念和信任，还有怜悯，破坏人民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向往。因为什么言论自由呀，什么民主思想呀，最终换来的还是农夫与蛇的故事。而这个故事的参与者呢，也都是帮凶，你不管是芳芳还是敲锣女，只不过一个演正派，一个演反派而已。然后让大家一看，哎，什么民主自由呀，我帮了人家，结果人家反咬我一口，结果看来这个民主思想互相帮助，什么普世价值，最终来还是害人害己嘛，对不对？哼，中国人呀，没有什么辨认能力的嘛。大家看这些视频和这些舆论，都是为了找一种满足感，一种快感而已，或者是发泄自己的情绪。哎，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提升个人的知识、见识和修养，大家都是在找刺激、发泄激情。所以呢，以后的油管大乱斗会越来越精彩。东哥大战一龙，一龙大战司马南，司马南大战崔永元。这些人啊，反正你以后看的频道不是崔永元，就是一龙，就是东哥，就是法轮功，就是海外民运。谁知道这些频道里面有啥花花肠子呢？对不对？哎，就像拿香港人来说一样，香港人每次一抗争，每次一制造一个大新闻，大家就会跟着讲，然后吃香港的人血馒头，拿香港人的人命换来的这些大新闻来赚钱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就不讲香港这些，我是挑它不热的时候我讲，它热的时候我就不讲，知道吗？那你以后看这个油管大乱斗啊，商人工会大乱斗，我们就有中国嘴炮版的 WWE 看，每天就看这些人怎么斗，怎么互相骂，互相嘴。那以后呀，咱们呢就每天看这些人怎么斗，他们怎么斗才能斗出来新创意，斗出来新花样，斗出来新剧情。而我党统治了中国人70多年来呀，他也确实是越来越强大了，对民众的控制力也是越来越强了。其实共产党很了解中国人的需求点在哪儿，他才能控制70年，对不对？共产党很明白啊，怎样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就给中国人带来最大的满足感、快感和激情。所以你们觉得这次疫情下来啊，共产党的实力是真的被削弱了吗？我们冷静的去看看啊，全世界现在整体的实力都是被削弱了吧？没问题吧？那么你们会算数不？算一下，共产党以牺牲了一点点韭菜，他以他自己一个国家遭到打击，来去换到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受到打击。哎，那共产党是赚了还是亏了？他一个国家换了一个地球的国家。共产党是赚了还是亏了？好，那再讲这一次啊，共产党把国内的群众啊都折腾得死去活来。你看什么个体工商户呀、老板呀、商人呀、中介呀、公司呀，通通的被这个疫情顺水推舟给整死了。可是呢，中国的14亿的市场需求还在，中国14亿的老百姓还没死完死绝。只要是14亿的韭菜还在，共产党依然可以继续割韭菜，那共产党就可以以官办供销社的方式来替代以前的传统工商业。那他现在顺势推出了健康码、市民码、数字货币，来对老百姓进行无死角的监控和操控。哎，美其名曰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，老百姓呢也不得不去用这些东西，因为不用啊，他在国内寸步难行，活不下去。然后呢，这些海外的公司呢，因为受到了经济打击，变得对钱呢反而更加的渴望了。那共产党又可以顺势的去雪中送炭，勾兑很多的这些国外的企业，你看得见的你看不见的公司，这不是推特的股份就被收购了吗？还要求李飞飞当 CEO 嘛？然后这次又推什么国安法，顺势绕过了香港的基本法，直接去套香港，控制香港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共产党甚至要开始搞人造韭菜了，单性繁殖、无性繁殖了。我昨天的节目也讲过了，中国现在要开始鼓励单性繁殖、无性繁殖，甚至是体外胚胎的这些技术了。那共产党现在呢，也正在一步一步的迈向完美的奴隶制国家、完美的牲口制国家的一个过渡的过程。那么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每天看看油管，盼望美国打过来，盼望武统台湾，武统了台湾，美国就打过来了；盼望香港人游行引起美国注意，打过来了。说什么这个国安法出台了以后，哎，大陆人真的坏呀，习近平真的坏呀，我们支持香港人战斗，我们支持香港人上街冲呀。
那你支持人家冲，你自己为啥不去冲呢？哎，躲在家里面当个键盘侠，然后就是盼星星盼月亮啊，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虚度了自己的光阴。到了今天你才发现，哎呀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差了，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做。同样的，随着共产党对人民的监控越来越严格，你会发现你变得越来越无力，好像身体被掏空。你整天盼望着美国打过来，盼望着和台湾开战，都不会发生的，你只是在虚度光阴。然后呢，看着我们这些 UP 主啊，但是面具人我不作恶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搞什么打赏，不搞什么二维码扫码这些东西啊，我不像他们啊，鼓励香港人煽动香港人去抗争游行，然后他们来收割韭菜，知道不？拿这些香港人制造的大新闻，拿这些武统台湾这些东西来说话题来赚钱，对不对？面具人我不吃这个馒头啊，所以香港的这些话题我要讲，我也只能是抨击他们，我骂这帮子愚蠢的年轻人，我不会去鼓励他们的，知道不？你们呢？你们整天就是看看油管啊，发发牢骚，在群里面骂两句，虚度自己的光阴啊！你只是在虚度你自己的光阴，你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希望别人来帮你自己。那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你自己贡献了什么？你自己做了什么啊？你自己做了什么值得别人来帮你的事情啊？我就问你，你会不会去帮一条寄生虫？会帮一个蛀虫啊？显然不会吧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明白了吧？啊，这个世界上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啊，办法要你自己去想的，懂不懂？啊，或者是你自己能去想到办法去争取别人帮你，也算是你有本事，而不是天天的躺在家里面看看手机，看看这些舔共的频道、反共的频道，看完了以后睡觉，睡完觉以后第二天继续看，结果呢，你的生活还是一成不变，对不？哎呀，忽然情绪上来了以后，想吟诗一首啊，海中捞月盼民主，醉生梦死度虚日，恍然醒悟大势去，镜花水月一场空。好了，那今天的面具人谈经论今就差不多了啊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能帮助到你进行思想上的醒悟，那就麻烦请你帮忙点个订阅、小铃铛或者转发啊。咱们不搞意识形态，咱们是要更多的人去清醒自己该做什么。那么面具人我口播一下啊，完全符合油管的社区规则。面具人的油管官方会员频道开通了，想要看到更多关于政治、黑学、心理学、家庭教育类的节目、经济学的节目啊，欢迎加入面具人的官方会员频道。那本月是开放月，开放月过去了以后，有些视频你就只能在会员频道看到了，并且面具人也想通过您对会员频道的支持，真金白银的帮助到大陆人、香港人、台湾人。那具体的方式可以点击内容简介的会员链接看宣传片，或者是点击视频下方的加入按钮。你已经加入了疯狂面具以上的朋友啊，赶紧跟我联系啊，给我留言，方便加入会员的群组。因为你留言了以后，大家都能看到你有面具人专属的特色表情头像啊，你留言我们都能看到的。那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